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丁丁。上星期我做了一部视频，讲述马桶人早期的影片，还有他的彩蛋。那部视频我讲到了第10集，今天呢我们就来继续。喜欢看更多彩蛋细节的朋友，请记得点赞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好，我们开始。第11集一开始，我们就能看到监控人大军朝着前方走去。这里暂停来看一个细节，能看到一个骷髅漂浮在半空中。当镜头往下移动呢，就可以看到2个骷髅从角落冒了出来。这里可能只是一个小彩蛋，也可能是人类变成监控人需要扒皮进行全身改造，而刚才的骷髅人只是未完成品。接着我们就看到监控人的运输船，然后3个监控人就从船上跳了下来。这辆运输船呢是第一次出现，不过在后期作品中我们都没再看到它的出现了。镜头转向3头马桶人，这里我们也依然能看到 Gordon 和 Barney 的身影，不过他们和第3集的 G-Man 一样，跑着跑着就被压扁了。这里还有个细节，在旁边的大马桶人，他们的脸都一样，对应了第3集中我猜测马桶人能够复制 DNA 的技术。这个马桶人的原型呢是战慄时空里的一个小角色，名为9号男子 Male 9。 我们看到多数的马桶人，他们的脸都是以他为原型。来到第12集，天上能看到巨大的飞行马桶人，他也曾经在第5集出现过。这里可以看到到处都是马桶人和监控人的残骸，而且0号马桶人的海报也被喷上了监控人的 logo， 所以这里可能是马桶人和监控人战区的交汇点，而且战斗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。变成马桶后的马桶王 G-Man 也在这里第2次出现，而且他也发射了激光攻击监控人。这里是他第1次展现能从眼睛自然发射激光的能力，不排除是在变异过程中获得了超能力。在这个时间点，也没有其他马桶人有自然发射激光的能力，所以 G-Man 就妥妥的变成了马桶王。三角蜘蛛监控在第13集第1次登场，镜头一转就看到了巨大的飞行马桶人，它的上空还有在第11集出现过的监控人运输船。2个监控人跳到了飞行马桶人的背上，当第3个监控人要跳下来时，小马桶人把运输船撞到起火，第3个监控人也全身着火的掉了下去。这辆运输船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它了，它被炸毁后，直到第57集我们都没有见到类似的运输船再次出现，所以这辆运输船监控人应该也只造了1辆。不过我看来看去，这辆运输船怎么那么像投影机啊？这里有没有可能暗示着同人版的投影机人也会出现？接着飞行马桶人突然发射激光，他也是 G-Man 之外第2个能自然发射激光的马桶人。你以为他是王者，其实他只是青铜，帅不过3秒就被冲掉了。这里有一个小细节，他的马桶底部有一个能量条，当他发射完激光，能量条就慢慢变成红色。可是被冲掉过后，能量条又变成了白色。这里我是看不太懂这个能量条是怎么操作的，有谁看得懂的话可以留言分享。还有一点，以前的马桶不需要推进器就能飞了，有些甚至还能光速飞行，可是现在的马桶却需要一堆的辅助装备，所以证明以前的马桶人会比较强。第14集基本上没什么彩蛋，就出现了一个阿公马桶人，然后他就被火箭马桶撞死了。然后来到第15集，在一群白色的马桶人里出现了一个黑人马桶。接着视角主角准备引爆炸弹时，可以看到按钮上有一个字写着 Baba Booey， 这其实是美国的一个梗，通常在电视节目还是打高尔夫球非常紧张的时刻，都会听到有人在喊这个词 Baba Booey。 这个梗呢是来自于90年代初一个美国节目的主持人 Gary， 他正在讨论当时出名的动画神探码头。因为太过紧张，所以他舌头打结，他错误的把角色的名字 Baba Louie 发音为 Baba Booey， 结果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。这个梗到了现在还有人在提起。
Baba Bowie。接着视角主角就被一个戴帽子的马桶人撞下了楼。这个戴帽子的马桶人，他也会在之后的剧情里再次出现。然后我们来到第16集，这里有新角色，就是这个摄像头马桶人。监控人要他当卧底，潜入马桶人的基地。监控人现在的脑子应该还不太灵光，谁会派这么显眼的卧底进入敌人的基地？基地外面还有一张0号马桶人的海报。不过马桶人也一样不太聪明，不用身份认证就可以直接开门让他进去了。然后视角主角就拿出一个平板电脑，这个平板电脑我们在第56集的时候也会看到，外观几乎是一样的。平板电脑的画面里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还没有被改造前的博士，然后也可以看到一只马桶猫和马桶人工程师。还记得我在上一部说重置版第2集有一只猫的海报吗？这只猫就对应了那张海报，不过看起来应该不是同一只。这也说明了马桶人是有能力把猫变成马桶猫，而海报上的那只猫或许它是第一个变成马桶猫的猫，所以我们也可以称它为0号马桶猫。不知道后续作品会不会看到更多马桶猫的出现呢？ OK， 现在我们来看第17集，也就是马桶人第一次开会。早期的马桶大小 BOSS 都出现了，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火箭马桶、第3集的巨型马桶人、3头马桶人、蜘蛛马桶人，还有一个新角色直升机马桶人。这里主角等人要用卫星激光武器来消灭马桶人。这个卫星激光武器其实它就是个录像机。当激光还没有打到地面时，所有马桶人的目光都看向了激光，只有 G-Man 看向了监控人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 G-Man 会知道监控人在哪里？我们来看一个小细节，注意看这只蜘蛛马桶人，在镜头转向监控人准备按下按钮时，蜘蛛马桶人的头其实已经缓缓地转了过来。就是说，这个时候他已经注意到了天台上的监控人，所以他马上通知 G-Man 的目光才转向监控人这里。不过也不清楚为什么激光完全没有对马桶人造成伤害，有可能是威力太弱了，或者马桶人在最后关头有防御动作。过后也能看到蜘蛛马桶人把2个监控人的身体刺穿了。这一集的监控人全部领便当。接着来看第18集，可以看到地上有一个黄金马桶，这其实不是新的马桶人，而是在第9集中我们看到的黄金马桶雕像。这个雕像也是马桶人专门为0号马桶人而打造的，而在这里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被破坏掉了。然后接下来出现的这一个马桶人呢，我之前也已经说过了，他是 CS 里的恐怖分子，作者也是用了他的模型。后面可以看到很多监控人在逃命，因为有一个很巨大的警察马桶人正在追赶他们。这一集呢，也是泰坦监控人第一次出现。来到第19集，监控人很悠闲地坐在天台，一边吃零食，一边看泰坦监控人打架。监控人的突然松懈，也是因为泰坦人的出现，让他们顿时减低了许多的压力。这个时候的泰坦监控人是完全没有武器的，攻击完全靠肉搏，他唯一的武器也只是胸前的反应炉。第20集也是王对王的第一次对决。这里有一个细节，G-Man出场的时候是从空中缓缓降落的，所以这说明了他是可以飞的吗？或许有人会说他是跳下来的，所以我们再来重看第17集。在视角主角领便当之前，我们可以看到 G-Man 的头也是缓缓升起来的，看起来就像飞起来一样。或许有人会说他把头藏在马桶里，再慢慢升起来吧。我们再来重放，这里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是整个马桶都飞了起来，而且监控人所站的位置还明显比 G-Man 的马桶背高了很多，所以 G-Man 他其实是会飞的，他的能力
也和第13集的巨型飞行马桶人几乎一模一样，不排除他们在变成马桶人的过程中出现了基因变异而获得了超能力。不过这里有一个疑点，如果 G-Man 能自然飞行的话，为什么在第38集的时候，博士要特意为他制造一个推进器呢？我猜测，可能是 G-Man 的飞行速度很缓慢，而且又飞不高，所以需要推进器来辅助。要不然呢，这就是作者不小心犯下的一个 bug。因为仔细看的话，在原版的第17集和第6季的合集 ，G-Man 的出场方式是不一样的。原版的是可以看到马桶背的，而在合集中，马桶背不见了。这可能是作者他意识到的错误，所以在合集中把马桶背拿掉了。那你们觉得 G-Man 没有推进器，他到底能不能飞呢？最后就是火箭马桶冲向泰坦监控人，然后自爆，把泰坦监控人的盾和手臂都炸没了。G-Man 直接攻击泰坦监控人的反应炉，然后反应炉的蓝光就开始闪烁，代表他的能量暂时耗尽了，要尽快的离开战场。这也暴露了泰坦监控人的弱点，所以在第57集的时候，我们也能看到他的反应炉也加上了机械护盾。毕竟 G-Man 那么狡猾，没有保护措施的话，说不定哪一天 G-Man 就把便当送给了泰坦监控人。好，我们今天视频就先到这里，我们先说到第20集。你们有什么想法，可以在下面留言讨论。喜欢看更多细节彩蛋的朋友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有你们的支持，我才有动力去制作更多的影片。好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。